现在开始，在本次采访中，你们将完全遵循本心，不刻意隐瞒，不夸大其词，承诺回答的所有问题都真实无误，能够保证吗？那必须得保证，我保证我。们非常的 real。如有撒谎，如有撒谎就罚自己吃次火锅。开玩笑就不去便利店了。啊，对，不去便利店，少吃点饭。坐在你身边的这位是谁？我首先要说一下，这公司名我每次都是把我念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都是这位是来自萤火虫传媒的徐新慈，来自萤火虫传媒的徐新池，快乐阳光大男孩徐新池啊，我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是来自迈瑞娱乐的草鱼，我鱼哥。特别的帅气，进这节目变得跟我年龄一样大了，老来俏。两人共同话题是什么？盘核桃是吧？进了节目组以后，你没有手机嘛，然后盘核桃是一种非常受大众欢迎的一种消遣方式。而且我鱼哥就经常我跟他聊的是什么呢？今天这个核桃有没有更亮一点？对我们这个每天回宿舍以后，这个核桃今天包浆了啊，包浆了，多包了一点，变红了，对，每天都聊这个话题。过去的24小时和谁在一起，都做了什么？还是咱俩在一起，因为咱18号宿舍是6个人。对，众所周知，我们18号宿舍有6个人。对，我和小莲是编外成员，我们基本上每天就是这6个人混迹在一起。对，然后去便利店，去买吃的，去买喝的，对，然后顺便拍一下节目，顺便拍一下节目。进厂以来胖了多少斤？我其实有胖，你也有胖，我好像还长了一点个儿啊，还长高了一点点，1.89.5米，还在发育。我是胖了大概4、5斤的样子。第一次相遇是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场景？第一次见到于哥是主动报名于哥的 popping 课，7天隔离的时候。7天隔离的时候，就是我有在那开了一个 popping 兴趣班，对，他就来上，那应该是第一次，就是比较近的交流。对，我的努力有被于哥发现，我努力的做我的。他是非常积极的学生，我是非常消极的老师，这是被迫开课，因为我很想在床上躺着，就是赶紧休息一下，然后被迫开课。现在立刻说出3位来到这儿最好的朋友。孙一航、连怀伟、燕西。那说法还是这3个，因为我们刚才刚提到18号宿舍。进厂3个月以来，对方有什么变化吗？我觉得他基本上没有变化。发型变了是吧？不是，你看他今天那个发型，就有一种小孩子硬装大人的感觉。我这还扎个揪呢。但是就是业务水平还有唱跳能力都涨了很多，对，冲出 N 班。开心一晚上没睡着。真的，他刚进来的时候真的给我一种老太的感觉。刚进来的时候就感觉跟老大爷似的，就是天天在床上一躺，望着天花板。然后啥事儿也不干，然后就盯着天花板，一盯能盯一下午。对，我真的是这样。对，两眼放空，然后张着小嘴儿，然后还看一本书，叫蔡康永的《说话之道》。我觉得我带了2本书过来，第一本叫蔡康永的《说话之道》，第2本叫蔡康永的《说话之道2》。后来慢慢改变嘛，后来发现完全跟这些小孩子不用什么说话之道。对，后来发现不需要说话之道，唠就完了。对。2位的主题曲直拍分别被调侃为狗狗打拳和金体拳，有什么想说的？我只能说，就是那个衣服限制了我的发挥。就真的有点就是太紧了，因为就是比较修身嘛。然后我平时如果跳舞的话，我会穿很肥大的那种衣服裤子，然后就稍微有点不习惯，就是本来手想抬到这里，结果一下就变成这样了。对，然后可能就动作感觉就紧了一点。对，我觉得狗狗打拳就是如果按褒义的话就是比较可爱，但贬义的话就说明控制力不够，还需要多多加强。但我们真有个动作是那个就军体拳啊，不是，除了这个还有一个。对那个，就是挺可爱，就是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主题曲的时候就记不住歌词嘛，然后被我们音乐组老师回去罚抄。他们一回宿舍，我在这抄歌词，他们都惊呆了。我说你在干什么？我说我在抄歌词，我把歌词抄了10几遍。对，于哥左手盘核桃，右手抄歌词，真的就是这样，左脑右脑同时开发。主题曲最喜欢的 part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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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在跳 one take 的时候，有感觉到裤子一直掉吗？我倒没感觉裤子一直在掉，我感觉裤子一直在往上走，因为是这样，因为怕那个
衬衫就是翻出来嘛，它衬衫跟裤子中间有个扣，然后我每次一抬手，我的脚踝就到了这里，就脚踝整个就脚踝露出来，就是把裤子也拉上去了，会有这种感觉。我倒还好，我那个腰当时可能量的比较好，然后就刚好。如果2个人组一个组合，会起什么名字？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它不太吉利。玩不管，就是玩这个文字梗就可以了。对方的颜值在你心目中的排名是？肯定他的颜值 top 1。是这样，就是人家每天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。开始圆了。然后那天呢，就是可能那个审美跟今天不一样。那天选的燕西，我那天选的孙颖浩。但是今天我突然觉得你应该是我们大厂里面最帅的。草鱼有没有羡慕过徐星驰的年龄？徐星驰有没有羡慕过草鱼的舞蹈？这需要问吗？有谁不羡慕别人年纪啊？在大厂也就只能你说出这种话吧。很戳心，连我们选管都叫我叔叔。对，每天叫我起床了，咚咚咚，叔叔起床了，然后我就于叔，我就怎么回事？天，所有人都叫我叔叔。如果要牺牲自己的一样东西和对方交换，牺牲一个叫周子杰的好朋友。子杰，我牺牲点身高吧。嚯，好家伙，他就比较富裕。如果不得不请对方帮忙，会用什么方式？宇哥，怎么回事？我们最近宿舍的风气有点不对，所有人在撒娇。宇哥，我可能也会这样，因为昨天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就是昨天我们宿舍大扫除，然后就是，哎呀，你扫一下地了，旁边那个桌子你擦一擦，快，哎呀，快了，人家好累。真的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在演，我们在宿舍里面真的是这样的。然后小航就，不是这个玩这个风气就是他带起来的。对，就是他。孙一航在宿舍里面撒娇哦，就跟我刚才一模一样撒娇哦。宇哥，如果对方和其他现任生吵架，最有可能的原因是？你应该会是，就别人把你核桃洗了。是，别人把你核桃把油光都洗没了，要不然把你蔡康永的说话之道给抢走。会拿核桃砸他。已经经历过类似场景的徐星驰有什么感言吗？当时小何和福林吵架，其实也不算吵架，他俩就是产生了争执嘛。就当时我就是第一次遇到那种情况，说实话，就从小的生活的环境比较和谐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确实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可能是我双手合十了，那可能就真的在祈祷，就真的祈祷，默默祈祷。当时的内心 OS 就是：要不我来当司仪吧。回到宿舍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第一件事先躺下，第二件事找一下核桃在哪儿，第三件事把它盘起来。有可能是吃东西，还有就是啊，我回来了，然后就先大喊一句。我们宿舍有时候门关上嘛，要是比如说门锁起来了，然后都会有暗号的，就是自己的那种 tag， 像那种说唱歌曲前面有。来一下，我每次敲门就是当当当。谁啊 ？Yo Boogie Fish on the track yo。就很傻呀。然后我呢，我就属于是声音比较在制高点，别人的说话声音有可能是这个方向传过去的，但我的方向是在门上边唰传过去，他们就知道在头顶上越过来的声音是我，我就说是我，然后声音就绕过去了，他们就知道是我了。你们宿舍占用洗手间最长的人是嚯？3、2、1，孙一航。我们宿舍是邓耀慈。都在里面做什么？他在厕所边洗澡边跳舞练主题曲哦。那3天好像就是大家都练得蛮疯的，就是真的是满脑子都是那主题曲。孝慈他在宿舍，他基本上就是他用 MP3 连蓝牙音响放歌，放的都是那种走秀的歌曲。哇！我就感觉他在洗手间里走秀，你知道吗？就在一个5平米的房间里走秀的感觉，是那种特别 fashion 的歌曲。然后有的时候时不时再哼2句，然后打开门之后，发现已经就是仙气飘飘的出来，然后还带着蒸汽。默契小游戏。游泳。台子。啊，跳水。哎。大猩猩。哎。下一个竞品。汽车。简单点，几个字，2个字，我这个开车。村里有个姑娘小芳。下一个，你行不行啊？OK，友情满分什么？啊？
就下一个吧。阿玉他比较就是性感，是慢热了，结束了。经过今天的验证，草鱼和叉叉 C 徐星驰之间的默契指数为60分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友情宣言。从今天起，不管多不在一个频道，你都愿意和对方一起聊天吗？我愿意。从今天起，不管熬到多晚，你都可以陪对方一起努力练习吗？我可以。等一下，我必须要把这只蚊子敲死。你这个天就有蚊子了，很烦啊！继续，不好意思。